好，那么国民党主席礼拜六就要投票了啊。那他们现在都打蒋万安牌啊，因为蒋万安昨天有一个跟郝龙斌的合照这个发表。那后来呢，郑丽文跟罗志祥也都要跟蒋万安说，你怎么跟他跟我也要哈？不过你看那个内容还有蒋万安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所以蒋万安有很清楚的跟郝龙斌讲说，我这个意思说我。这个期许你当一个好的国民党主席，但对其他人并没有讲。但不管了，反正有相片就好，大家不会看那么细了哈。那他在这个君悦这个会见罗志强跟郑丽文哈。那另外呢，这个郝龙斌这边有8个蓝营县市长来挺他了哈。那包括这个是蒋万安、这个侯友宜、张善政杨文科张立善。这个饶庆林许淑华然后呢，钟东锦为什么呢？郝龙斌说，因为他们知道我2026辅选，因为2026很多县长要连任最有利哈。那另外呢，有60个前政务官挺郝龙斌说他可以带领国民党，说以前郝龙斌挺我们这些官员，那今天我们挺郝龙斌所以还包括叶庆元在里面哈。那另外呢，这个郝龙斌说蓝白必须要合作了，2026试金石，2028才有胜算你如果不合的话呢，2018不会有胜算的。郝龙斌说他有信心赢得国民党主席，而且不会战死沙场那我们看一下。我想这次选举中间，大家看到非常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挺我，而且唯一支持我，包括秀燕市长跟万安市长，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挺我，而且说我是最适任的党主席人选可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关系，而且党内选举大家都希望和谐，所以他们有各自的考量，我们当然尊重。可是，在选前之夜的时候，有这么多我们党内的同志来支持我、帮助我，甚至公开挺我，我非常感谢。好，叶俊，你们今天挺他干嘛？为什么？没有啦，像我自己是34岁的时候，郝市长就任命我当法规会主委那其实是这个位置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我觉得他第一个，他敢用年轻人那个时候我们40岁以下的政务官大概有3、4个。40几岁的还有3、4个，平均52岁，我看了好像。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敢用年轻人，而且我觉得他跟很多人不一样，就是说我任命你，让你出事你就去死有的人是这样，长官说你自己去死。那郝市长是你如果有任何事情有争议，他把你找来，他跟你问清楚原委以后，如果你是对的，就算有争议，他会挺你，挺到底。好，他不是说那种用后即丢，他是好，你这个事情有道理，我们整个市府支援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其他局处支援，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来打团体仗。所以虽然他离开市长10年了，我们好团队大概每3个月就聚会一次，然后每次大概都还2、3桌，都有很多人来，就大家其实都很怀念就是郝市长担任市长的时候，所以大家就为什么说喜好挺我经我挺好，就是这种情谊是一直存在的。那所以郝市长其实我觉得他很重要的说他是有带团队的这个经验，也有这个时机。那像我那天就在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我U-Bike 嘛，大家都有在骑，是谁发明的？是郝市长他研发的系统嘛？那可能大家也都忘了那个悠游卡，大家现在刷卡刷得很习惯，本来他只能做捷运是郝市长那个时候去中央说服了半天，把它变成支付卡。然后台北市民大家有在做信义线南港线内湖线泸州线、新庄线、松山线，一年一条线都是郝市长的时候弄起来的。花博、听奥，这我觉得那真的是讲不完你跟这个柯市长这8年其实一比，大家其实感受应该会非常强烈那所以我觉得说他要出来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愿意出来挺他，其实是真的觉得说。郝市长这8年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他真的是有时机，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站出来支持他那些县市首长，我觉得其实大家是一个感受就是说，郝市长其实在大罢免的期间，他也是南北到处跑，只要有邀请他的，台北市6个立委，他当然都有去，新北也去了，南投也去了，台中也去了。然后不像有的候选人，他去还要拿出席费我们那天听到简直是笑死了，怎么会有人去出席大罢免场，还跟人家要车马费、出席费，然后现在才说他很爱党那我觉得这个是人格上很大的差异，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郝市长的两岸政策是比较稳健的，是一个稳健的力量，不会在2026选举的时候对县市长的连任造成冲击。好，我觉得要选举的人对于这个事情是最忧虑、最担忧的啦。不过基本上我是这样感觉的，因为我以前其实他当了市长以后，我跟他其实很少，都很少接触了
除非很重大的什么大的决策，他找一些人去问啊一些问题等等。那我有点惊讶了啊，就是他这次出来选党主席，过去他的这些部属吧，在市场部属都跑出来挺他，甚至我觉得有些搞不好应该是当时从某个角度等于是他叫他离职的，对，也都跑出来。哎，我说这个很奇怪啊，那而且每个人都很认真、很用力的，甚至他帮他跑中部啊、跑高雄、跑中南部，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就是说这个这非常少了哦，因为政治人物经常是哎呀过了就算了哈，而且那么多年了，也不是说刚卸任还这样的支持他哦，然后你们竟然还怎么搞了几十人去是租了这个台大校友会馆还去开会等等，平常你讲这点我是有一点讶异了哦，我是有点哇，他这个显然他当市长的时候。显然，这个跟团队处得不错了哈，就是而且做了很多事情嘛，就表示的确能够发挥团队力量了。来，宪颖，我是觉得我蛮认同郝市长他这次竞选党主席讲的，他说，因为国民党一直在期待一个东西叫世代交替，但是他觉得不是要世代交替，我们要的是什么？世代合作，打赢选战才是。啊，如果你要讲世代交替的话，其实我感受非常深，因为我是第一届的台北市议员啊，我在选议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名气，在选举的时候，那郝市长就是因为认识了，他就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年轻人找资源啊，来提拔我们、拉拔我们，所以他在上个礼拜天啊，他在台北市议会在办这个国民党主席的时候，这个政见发表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年轻的市议员，我们就一起来陪这个郝市长，有这个詹委员啊、刘采薇啊、新北的黄兴华这些等等的，这些都是年轻一代的市议员啊，就出来，郝市长就跟我们讲说，我待会要讲哈提拔年轻人，就讲你们几个就好了啊。其实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就是说，其实国民党需要的啊。不是好像就是说啊，年纪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就好像一个世代交替，一直在喊世代交替。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席？就是能够帮助第一个我们年轻人能够有舞台，能够成全，能够帮助年轻人起来的。那我今天担任台北市议员，我们在市政上我们就很有感啊，像刚刚那个叶律师所讲的哈，在市政上。过去郝市长真的做了很多啊，花博啦、Ubike 啊这些啊，连现在的双城论坛那个时候都是郝市长开办起来的，大家都没有想到，两岸现在唯一的两岸和平的一个交流平台，也是郝市长开创起来的。好，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说，看见我为什么在他这个很困难的竞选过程当中啊，我还是非常的这个支持这个郝市长来参选这个党主席啊。那他最近也提出了这个 AI 的政策，我只有所有的党的这个候选人只有他提出这个 AI 国民党啊，好，就国民党要 AI 化啊，怎么样才用 AI 打赢选战？好，那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国民党的党务革新政策？他真的是提很多了，但是真的就是说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选党主席啊，也不是就是说不是在选名嘴，而是说整个的党能够带领，真的是要能够打赢选战，2026啊打赢选战，2028整合起来，真的是。我们这个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的期待啊，接下来再回来。好，陈亭辉为了乌山头光电板，他去质疑了哈，就是说，中央要管一管啦，等等哈，就赖清德点名陈亭妃，在中常会你说明。你为什么不跟执政团体一起澄清不实的谣言？你是地方民代。那陈亭妃当然讲了，他说：“这个虽然我知道这个是用清水，而不是用什么清洁剂，但是呢，那你如果假的，你去告啊，对不对？我只要求中央澄清啊，那不澄清不应该吗？所以呢，他们就说赖清德当的面中常会开呛陈亭妃，但是呢。”这个还问他说：“你只在攻下了，你在说什么了？你为什么这样啊？你在说什么？而且呢，这个陈亭妃有说，我民调多17%，如果你这个民进党初选办的结果不提名我，那人家会觉得很奇怪所以赖清德说，你不要把你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好像一副还没有提名你就认为你会党就不提名你所以呢，这个因为陈亭妃有说后果自负，党部后果自负到时候你不提名我党，我现在民调已经这么多，我还不提名我那在台南林俊宪跟陈亭妃呢，看板正面交锋，你看都摆在一起所以这个陈亭妃竞选歌曲叫做《风吹台湾起飞起飞
那林清也说这个奉献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各有各的宣传主题歌了哈。那明年1月要用民调来决胜负哈。那另外呢，林岱樺啊，林岱樺最近不是被说这个那个助理费啊，助理费的问题嘛啊，那昨天啊又说他妹妹啊1个月领13.5万哈，所以他难检嘛，他妹妹也起诉了，还是高检哈。那但是呢，昨天民进党开这个廉政委员会啊，这个廉政委员会居然没有处分他，没有处分，照理讲应该处分啊，没有处分，为什么没有处分呢？媒体是说呢，这个因为你现在处分他啊，因为反正他现在民调慢慢低的，他原来民调最高的，但因为这些司法等等，不是林岱樺自己讲吗？政治影响司法，司法影响初选嘛，的确看着初选的比较低了，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反正你初选又不是第一了嘛。你将来别人高了，你反正你初选也没高，就不提名你了。如果现在处分你，搞不好你又说政治迫害啦，党迫害你啦，搞不好明天又高了。所以呢，媒体就说打陈亭妃，因为陈亭妃明天还最高，放林岱樺哦，为什么呢？要保卫南2都，台南跟高雄。我们看一下，因为基本上现在没有一个县市政府敢准了。地方政府没有核准，我们就不可能对嘛，所以我们就宣誓。就是这段质询水库光电板争议，让陈亭妃遭部分绿营支持者围剿，就连党主席赖清德也在中常会上关切。主席也是希望说，所有的执政团队现在针对这种不实的谣言，伤及地方的政策的部分呢，都能够身为地方的民意代表，以及我们执政团队议员，都要能够极力澄清这样子的不实谣言。据传出赖清德在临时动议时点名陈亭妃近日的质询，并询问他要不要讲清楚一点。陈亭妃则表达重点是在于乌山头水库光电板，他也知道是用清水清洗光电板，也有做辟谣，但部分质询内容被断章取义。摧毁咱台人每一片土地，我们蹲点了8年，准备了8年。献给你，顾未来。这条歌本来是献给我。而这不刚好，两位初选竞争对手同一天公布竞选歌曲，而台南地方的参序上，两人的卫生纸盒早已各种较劲。至于高雄市长初选前哨战涉嫌诈领助理费遭起诉的民进党立委林岱樺，15号晚间再度赴廉政会说明，准备了600页的陈述文件。检察官针对政治现金案还在侦查当中，大家讨论的结果，今天还是不能做出处罚，不能做出结论出来。我妹妹如何代替我来做会刊的工作？这些还说我妹妹是人头助理，检调单位今天可以不符合比例的，再这样的做滥权起诉。回应的是，雄检周3追诉起诉胞妹林岱樺自被大型图卡痛批检调要展现又备而来。亮君怎么看？首先我先讲一下，因为我刚刚前一趴在谈论这个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哦，当然这个虽然是他党事务，但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大概跟民进党过去有点关系哦，也就是这一次的国民党主席参选人郑丽文哦，其实我想在这边也帮大家回顾一下哦，郑丽文以前哦是曾经高喊这个台湾独立万岁哦，那你看到他们近几年来哦，他又讲说这个台湾不需要买武器哦，就不需要花钱买武器，那我觉得变来变去哦，这个其实就是郑丽文啦哈，那相较于大家看起来说，当然郝市长的刚刚大家有很多在他市政上的评论，但是我们看到说，赵大哥其实这几天在媒体上面一直讲这个境外势力的问题，其实这是现实嘛？这事实上国安单位也有讲了，而且呢，更不要说赵大哥其实过去大家讲说，这个有些我看到有些蓝营的人也跳出来质疑赵大哥，但是其实呢，赵大哥在1994年选市长的时候就讲说中华民国要灭亡了，哈，大家应该要一起来保卫中华民国。30年之后的现在也是一样啊，如果现在国民党的选举面对在这个状况底下，境外势力的介入，影响到了党的选举，影响到了大选，那中华民国也是要灭亡的话，那其实你看。赵大哥过去30年来从一而终，忧国忧民，然后对比郑丽文的变来变去，我想在整个这个党主席的选举里面，亦或是我觉得就一般的台湾人而言，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关心台湾，或者是对于自己各个政党的发展是有利的？那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看看嘛。那再来讲回来说，刚刚有讲到说，不管是在这个民进党里面哦，不管是主席对于这个陈亭妃哈，或者是现在大概林岱樺的这些司法官司上面，在司法的部分呢，大家当然会持续的这个有检调会持续的去查。那在初选呢，民进党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机制哦，所以我觉得当然过多的这些
在初选之前所提出的这些比较呛瞎的这些言语啊，我觉得真的也是大可不必了哈。就是说，民进党本来就有完整的初选机制，那只要符合资格的，你可以来参加初选，大家都可以来初选，那最后会由民调最高者胜出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前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些政治发言，这当然也只会引爆这个更多的内部的分裂跟纠纷，所以我觉得大可不必啦。那当然，在整个政府单位的行政跟政策上面，大家要一起面对不实的资讯来澄清。我想这个在每一个政党里面，面对不实的讯息，大家都第一时间会跳出来，所以也可以不用在这个时候大家见缝插针。我想问一下林议员哦，如果是你要议员初选之前，突然就被检方羁押，然后过2天进传媒就把你的手机里面私人简讯秀出来，说你叫另外一个男生是老公，然后你这样你还会相信民进党的初选制度吗？你还会对检调有信心吗？你还会说林岱樺讲的是情绪性发言吗？对，等一下，但是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嘛。你要这样子牵扯的话，那你背后我现在讲的是事实的，我现在讲的是事情。背后这样子的影射之间也没有证据，我没有在影射什么，我告诉你的是进传媒发生了这件事，所以林岱樺说政治影响初选嘛，所以这句话难道是错的吗？他的民调难道没有因为这样的曝光、这样的媒体检调去泄密，影响到他的民调？难道没有吗？民进党不需要去检讨这样的制度吗？检调如果有泄密的话，我想在检方的部分，大家要去针对检察官有没有泄密，大家要提出各种的申诉或者检调，大家都可以来去处理。请问贵党对于检方泄密这件事做了什么？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去把这个事情连接到说民进党透过检调来去什么针对政治等等的来去处理，我觉得这是过度连结啊。检调对政治、对政党、对选举的介入，比任何我们所想象的介选要更明确，要更可恶。但是因为台湾的朝野的政治结构的关系，这一块都用政治模糊带过，没有办法呢去强调一个合理的公是公非。不管是发生在某一个立委、议员，或者像柯文哲这些人的身上，政治力呢复杂斑斑，但是呢没有办法合理的还原。好，那当然对主持人来讲呢，前几天在谈到介选2个字，因为它很敏感，它也很沉重。我讲我的感觉啦，就是说，比如说这几年的时间，有关于网军的操作，它已经国际化了。在美国不在美国，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比如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他们所登记的最新的 paper company 之后呢，这些网络公司的占比非常高。换句话说，有大量的这些各国的网军，而且它不见得只操作某一个地方。现在语言翻译非常的容易，就是你任何国家都可以来下单，它都可以做。那因此背后有没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介选背后有没有一个强烈的政治动机，还是呢纯粹是一个选举的竞选当中的比较边缘的灰色的技巧地带？这个呢我不确定。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在网络上面的活动的攻击力道之强，国民党这个我都已经不太感兴趣的党，我都觉得这个已经老到已经都让我觉得不来劲儿。除了呢我的一些朋友之外，这个党还是选举还能够选成这个样子，能够逼着所有的人，只要表态的，不管你怎么样表态，你几乎呢都一定会承受到呢网军的对你的强烈的攻击。但是呢，这些的网军不管基于怎么样的理由参与，我就说参与或者高度热衷于这一次的选举，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动机？因为在中国大陆，我在过去观察它，譬如说美国的选举有通俄门，但到现在为止，美国的选举还没有出现通中门。为什么？因为中国就一直很小心，他每一次只要有人指控说，你有这用，他很快的出来讲说我从不干涉人家的内政。那通俄门是有的，通中门没有的。但是呢，台湾的选举，大陆方面呢会不会表现不同？到目前为止，我们纯粹从台面上面的讲话，大陆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呢总统级的选举，或者是呢党主席的选举，大陆的这些呢说相关的对台的系统，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讲过一句话。每一次的选举呢都一样。可是我觉得大陆确实有一些
有一些的，我就当做你是一般民众好了，因为也经常在我的工作平台上面活动，对于台湾的政治事务呢，高度的关注。或者呢，那个代入感呢非常非常的强，经常会表现出我主观上面认为，就是说跟我生活在台湾、土生土长在当地，在政治上面的观察跟理解、新闻工作来讲呢，应该是参与很深的人来讲，这些人的代入感比我更强烈，而且呢，不断的呢会用这种各种方式呢逼你表态。对，就是这次的党主席的选举，在过去我觉得其实只要温和的表达就好了。你可以每个人大概都有几个人呢都认识，可是逼到呢一种的对决的态势，这个呢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台湾的政治存在呢各种的一些呢灰色地带，想要去干扰选举的正常进行。我自己不能够拉抬我自己的声势，那我就把对手的局呢给搞混，这种的情况呢看起来呢越来越明显。所以这一次，大家我相信啊，国民党大部分的态度呢都一样，就是好像呢只要赶快这场选举选完就算了。但是我不觉得，我觉得当选举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该表态就要表态。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国安局昨天开记者会啊，因为也是逼他的，我说国安单位应该要出面嘛啊，那他说。他的结果跟我们差不多了。我们调查是一个月有1790支的 TikTok， 他说1000支以上，啊，那当然很多蓝营会说，哎呀，这个国安局那个民进党的不相信，哎，刚好无独有偶，昨天国台办也开记者会，国台办发言人就说，我们官方没介入，但是呢，的确有大陆的网友介入，啊，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说官方有介入啊，因为你不知道官方有没有介入嘛。但是我的讲法是说，如果大陆的网友这样的积极的来介入、来干预，我觉得官方应该设法要想办法禁止或降温吧。这个大陆是有能力的，共产党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吗？我是不相信的。共产党没有能力说网络稍微不要那么热烈哦，这个事情，这个既然对美国选举能不评论，那对台湾为什么那么热烈呢？所以我讲的只是这个。我说你大陆官方应该要总是要设法来降温或制止嘛。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要说因为蓝绿的立场，我觉得那都很无聊了。有没有这个事情？有这个事情，你非要辩说没有，那你说这些都是台湾网友去搞的，不可能嘛？你说这些都是民进党搞的，民进党有没有去搞那个侧翼到境外？有，但是不是这次也许多少有一点，都是主要是大选他才会搞嘛。罢免的时候啦，或是大选的时候，为什么那个他牵涉他的政权保卫啊？国民党里面选谁，对他有那么他需要花这么大的这个金钱，这么大的时间搞这个吗？你看看也知道啊，而且你看你的用语，你知道是哪里来的吗？那你们非要把眼睛闭起来说不是，说这是造谣，那就很奇怪了。所以事实就是事，我常讲数字就是数字，事实摆在这边，然后你有这个事实，你再去说，那谁在搞这个？为什么要搞这个？搞这个到底对谁有利？那搞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一个个就判断下去了吗？这有那么困难吗？我常常觉得奇怪，人到平常脑筋清楚，到了政治以后，大家就糊涂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最近王世坚这个没出息很红了哈，议会的质询变成一个歌啊。那昨天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也说，他也看到很多啊，而且呢，他说乐见两岸有序的交流啊。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呢，因为国台办用没出息来酸台积电，所以王世坚说啊，中兴的紫光啊才是连滚带爬啊，台积电是从从容容啊。那另外呢，王一川啊说这是统战洗脑的啊，叫大家不要听王世坚唱这个没出息啊，就是用王世坚的质询去编的歌了哈。王世坚说好吧，尊重你了爱听什么都是自由的选择哈，不要听了没出息脸就绿了哈。那另外就问国安局长了哈，说呢这个是不是统战？是不是我们统战他？他统战我们？国安局长说不涉入政治人物间的攻防，你们政治人物吵来吵去，我们不涉入啊。那另外呢，因为爆红了，算不算是统战？徐小新说国安局有没有调查过吗？然后国安局长刚刚说他不管这政治人物之间的事情哈。另外呢，就是说呢，因为现在有说学校不准他这个听给小学生听 TikTok 了，就说这是不是网络的堰塞湖？你到底能够挡得住吗？我们看一下。看到
王世坚就在旁边，立委葛如君即兴哭诉，不过本人全程似乎没发现。但要说王世坚没注意的，或许还有一连串的翻唱版。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没仔细瞧，还以为王世坚本尊终于开金口，大牛罗时丰还一度唱到泪流满面。你在哭什么哭？没出息。全民嗨唱没出席，只是看在立委王一川眼里，直呼是统战。我们是自由的台湾嘛，自由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谁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那是自由的选择。王一川他是我党内我同党的同事，所以我绝对不批评他。毕竟此刻何必逆风网友？网友创意横扫各大社群平台，就连国台办也说看到了、听到了，但刻意把台积电赴美比喻为从从容容到连滚带爬，王世坚不能接受。我觉得非常的不礼貌，而且昧于事实。看清楚，连滚带爬的是紫光跟中兴，我们的台积电依然是从从容容，而且未来也一定游刃有余。谁才真正没出息？答案呼之欲出。那宏伟，我觉得我最近被这首神曲疲劳轰炸，到处都是就政治的啦，或者是那酷搜的还有演艺界，那真的是爆红啊。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后来不是有一些争议吗？就我看徐小薰委员就是问那个国安局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统战啊？那国安局局长不敢讲，他说我不介入政治人物之间的攻防谁攻谁防不都是民进党的，是王一川去攻那个王世坚。那王一川说这个是统战格局，大家就觉得实在是很无聊就说你可以不用这样的一个，就是因为你就为了说要进抖音，然后抖音现在把它改编成这个神曲，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什么统战不统战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蛮无聊的啦那当然，我觉得对坚哥来讲，他还是蛮厉害。他说他对他同党的人物就不要去做这个，他就不要再去做什么攻防他也不用去批评他。那我这回过头来就要讲一下，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有一些选举那也都有一些攻防，因为18号就是我们的党主席的这个投票日。那我还是希望说，所有的支持者跟所有的党员就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但是我还是希望是说，因为我们这次的选举，党主席的人选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党主席选后，我们的团结重不重要？我觉得更加重要，真的非常重要。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已经想方设法的在给你真的做见缝插针想方设法的在你这里面呢，就是觉得你们在这次党主席选举里面你们那个调枪让那个民进党捡到枪。我相信当时在民众党的党主席选举里面，你们很担心的也是一样被其他的政党见缝插针。所以我希望说，在18号我们最后不管谁当党主席，都要团结所有的力量，都要团结所有的力量。那至于这个赖清德的中常会去点名陈亭妃，那当然这个是你民进党的家务事。可是有一点，因为乌山头的这个光电板，它现在不仅仅只是说它是用什么，是用清洁剂还是用清水去洗那个光电板，重点是在水库里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光电板。是完全没有环评的，完全没有环评。而乌山头水库，它是嘉南地区最重要的，包含农田的灌溉水源，还有最重要的民生的用水的供应。所以我觉得陈亭妃她作为台南市的立委，她今天在立法院，本于她民意代表要帮他的选民去关心乌山头的光电板的水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有问题吗？请问一下赖清德，今天你的领导，你们要一言堂到这种地步吗？
他不能够反映民意，他只能够遵从党意。难道赖清德当总统、当民进党的主席是要告诉我们这样子吗？我无意去介入你们自己内部的争论，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主席，特别现在是总统，如果你要搞这样的议员堂，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接受，连你民进党的支持者都不会接受。其实网络世界是这样的，一首歌突然的爆红，但是它现在赏味期限也会很短，这也是网络的现象。这首王世坚的歌，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王世坚质询很好笑。其实，在大陆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把那里面的歌词反映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他们觉得这好像在跟自己对话。可回过头来，这个博君一笑的这一种，就变成像民进党有政治过敏，就像过去看爱奇艺的时候被抓包，就会说我在观察敌情；在玩抖音的时候，就说我在抓假讯息。其实不用这么害怕。这一次，我觉得反而要看到的是，我们已经多久没有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到对岸去了？过去几十年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个什么综艺节目、谈话节目，大家会对岸会讨论，然后过去有那个选秀节目，大家对岸会看。可是现在已经多久？这一次只是有一点是说歪打正着，王世坚的质询在对岸被2创、3创这样子爆红，然后你就回头去看现在。党内互打，比如说王义川去打王世坚，其实只是报老鼠冤嘛。先前王世坚在讲说，党内有一些搞大罢免的是那个小丑，政治小丑，他只是现在回过头来去讲，那他的语汇能力又不多，他当然就会说这首歌没出息。但是我觉得真正没出息的是，民进党的文化政策要有出息一点，要扶植一点，要享誉国际一点，不是只单培养一些自己跟自己亲近的那些团体啊。对，我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来是真的是没出息的是民进党。我觉得民进党太无聊了哦，就是说呢，我们看一路从刚刚讨论到现在为止哦，就是说有关于国民党里面的是不是有所谓的中共介选也好，包括呢连最近黄国昌的什么狗仔兵团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境外的资金进来也好，这个国安局如此积极的主动侦办啊，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抖音哦，抖音的话呢，现在教育部门也说这个接下来什么在校园里头什么15岁以下的不能够用校园 WiFi， 然后你就发现很多的年轻人说我们不用 WiFi。我们都直接吃到饱，所以我就觉得很夸张。就是对于民进党来说，我真的觉得恐到某个程度了哦。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说在整个的罢免哦，为什么大罢免大失败？失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说，你的罢免从头到尾那32位立委，你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通匪，他们是中共代理人，就说这样子的一个戏码，我就已经让大家厌烦到想要吐。因为想要吐，所以给了你32-0这样的一个结果，希望你能够改头换面，希望你能够重新思考，现在不要再去玩两岸，不要再去打中国的这种恐共牌也好，这个仇中牌也好，还是那种悲情牌也好，但到现在你会发现还一样啊，就是罢免完了还是一样啊，就碰到他们，我觉得那基本上是膝盖反应了。就你只要一听到跟对岸有关，一听到这个什么中共介选，你就建立欣喜，你就觉得你那个原本的那种最初始的反应，就出来了。我觉得你讲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的认清？大家现在希望你有反应的，刚宏伟讲了，我们希望对光电板你有反应，我们的整个生态你要有反应，能源的未来你要有反应。花莲现在台风可能要来了，你现在说撤离，到底撤离的怎么样？是不是需要演练？你要有反应，等等的事情，就包括说整个的国家的未来产业发展你有反应。我们刚刚第一段讲了那么多有关于美中之间，你要看当今天美国会批评中国是经济霸凌的时候，代表什么？以前只有美国在霸凌人家，现在他觉得他被霸凌了，代表是中国现在在崛起。所以美中他们双方之间，当它是一个越来越接近实力的一个两权争霸的时候，对台湾来说，你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亲美会亲到最后，你会真的恨不得当初没有亲他。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谈到现在一路下来都在谈跟中共有关的事情。对于民进党来说，真的是不是哪一天你可以把中共忘掉？当你忘掉的时候，就是台湾之福。休息再回来，忘不掉。高铁新董事长史哲就任以后呢，要推出一个宁静车厢，我觉得他用意其实好的啦，因为的确在这个公共运输，有些人讲电话声音很大，你知道，声音很大，我不知道干嘛，他是到底耳朵有问题呢，还是电话有问题？声音好大，好像跟吼的一样啊，所以就希望说，而且你平常旅客去劝旅客也有点是会引起纷争，你知道，真的会引起纷争，说你管我干嘛啊？那所以呢，他就说，是不是大家在这个高铁车上不要打手机啦，讲话不要太大声。结果没想到呢，因为台湾现在少子化，所以呢，只要小朋友哭
哦，当然有些人很烦了。我以前看到小朋友哭，我也烦了。我现在只要在任何场合听到小朋友哭，我就像天籁一样好听啊！我真的觉得，哎呀，他还愿意生啊！尤其如果看到那个年轻爸爸妈妈带一个或带2个小孩，我都要去跟他们打招呼，这小孩好可爱啊！然后呢，他鼓励他们一下，真的很辛苦，都不要生了啊，都不要生了。你们看前2天做一个调查，说我们这个不知道几岁到几岁啊，25啊到30到什么50岁单身女子70%不要结婚了。你这为什么少子化？他也不结婚了，结婚也不生了哦，这将来真的问题很大。所以有些父母带着小孩，那在车上小孩会哭嘛，小孩真的你尤其坐车啊什么，他离开那个环境，那个站务员就来叫闭嘴，然后乘客就会讲，你看人家叫你闭嘴，小孩还在哭，父母怎么管得到小孩呢？小孩要哭，你真是没办法，所以呢，就很多人就反弹了，然后尤其那种亲子协会啊什么，说你这个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哦，那所以呢，网络还有呛，说你不会教小孩就不要生，哦，所以民意就回击说你这是讲些什么？我现在能够生小孩，真的你都要感谢啊，真的感谢他啊，哦，那所以出来鞠躬道歉，说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当时没想到哈，还牵涉到小孩哈。那但是有人就说你设亲子车厢啊，他说现在没有办法。第一个现在车子很挤啊，哦，尤其很多还有占位嘛哈。那另外呢，这个他讲啊，这个没有余裕了哈，而且市场还要考虑市场嘛，还要考虑经济啊。万一你设了一个亲子车厢，那万一刚好那个是没有那么多亲子怎么办呢？那车厢不就空了？其他地方挤得要死。那如果其他旅客上那个亲子车厢，中间可能有一些纷争嘛啊，所以他说暂时还不设，只是现在用口头柔性引导。他过去已经有17000人被劝导了，他其实并不多了啊，因为车的那个车次很多嘛，所以每天大概一个车就大概5个人有被劝导，那有那么10几个车厢嘛，哦，他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呢，其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反弹。我们看一下。好，等一下就要这样哦。不好意思，为维护车厢安静，麻烦使用手机帮我到玄关处哦。原本是要针对大人搭车的 NG 行径，高铁宁静车厢政策上路后，反被质疑对家长贴标签，不要让育儿的人、育儿族认为说被针对，尤其这个政策推出来的时候，就不是要针对育儿族嘛，他从头到尾就没有针对育儿族。承认政策指引上不够明确，董座史哲前1天还致歉，千错万错都是高铁的错，这都是我们的错。家长们抱歉了。对，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因为政策的确非针对孩童，现在宁静小卡和举牌员也统统撤走，经济作为改为高铁杂志封底宣传，车厢跑马也一起加强宣导。只是政策翻车，也让绿委们颇尴尬。上路前1个月还开记者会帮忙背书，对吵闹的乘客呼吁应该开罚。我们也希望说，高铁有没有机会比照台铁有亲子车厢，让小朋友跟家长会比较没有压力。政策的出发点跟利益是好的，那当然我们要去考虑到一些少数民众的一个需求。搭台管那现在我是觉得说宁静车厢它本来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它有一点错杀无辜啦，因为它用车厢里面的人不是只有讲手机很大声的人，所以他可能本来大部分要针对的对象是3C 的使用者，比如说你看那个影片太大声，你讲电话太大声，所以他不如要这样讲，他要叫宁静手机也好，就是针对他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误解他宁静车厢啊，那所以有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的，其实真的孩子你要他短时间安静不太容易，我自己就2个小孩啊，带他们坐高铁真的很不容易。我在 FB 上 po 的时候，有网友来跟我讲说，他们坐高铁更夸张。那高铁的乘客去检举，就高铁在车厢就广播说：“妈妈要管好你的孩子。”那个妈妈很羞愧啊，然后就说：“我怎么管？”还有一个网友跟我留言，就是说他没办法，就带着孩子去那个本来有票的他就带到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去站着，就站着背孩子没办法，因为在车厢里面孩子吵闹，所以他就一路这样站下去，所以这个都是造成育儿族的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宁静车厢这个政策一出来，真的是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就是反弹啊，压力太大了，因为好像养孩子是一个原罪一样，这个控制不了了，这个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错杀无辜的政策啦。所以这个史哲呢，我觉得他之前是文化部长嘛，他可能在接这个交通的这个时候，可能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所以亲子友善也不是不行啊。我说实在的，但是
你要去做到一个亲子友善但是你就是针对3C，这是针对3C就好，亲子友善打一个口号，鼓励大家可以生，这样是比较好的。来，冠军。我想这个政策其实刚开始利益良善啦。那当然，高铁在这个政策上面本来就排除儿童跟无自制能力者啦。那但是确实，或许在高铁人员在车厢上面的宣导啊，跟这个劝导这样子的第一线实际执行的状况，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误会，然后也确实也造成一些家长的困扰。那我觉得这个在执行层面上面，我认为高铁是还是可以再重新检讨的。那但是确实保持这个车厢环境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滑手机，然后他就把影片的声音放出来，或者是耳机听音乐很大声，亦或是打电话来的时候讲话很大声，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一些在乘车上面，如果是有些旅客他想要休息的话，那就会影响。那所以我觉得在政策的宣导上面呢，我觉得可以更加的加强，以及在高铁人员在车厢里面的这些劝导的行为，可以加强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然后还是再次的强调，也欢迎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带小孩来搭乘高铁。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搭高铁，旁边一个女士在玩股票，一路玩股票，一路在讲，我下什么不下什么下，一路这到是1个多钟头不停的，我就很想问他，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没有，我其实我搭高铁的经验，我觉得最吵的是就是大声讲话，就是讲电话，还有呢就是你看影片呢看得很高兴，但是呢或听音乐你也不戴耳机，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应该被制止啊，也应该那个是被这个特别提醒。那至于就说有没有小朋友啊，老实说这个小朋友的哭闹，其实很多人搭飞机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那你也看到很多人就是跟了一个团回来，最投诉、最痛苦的，就是说这个团里面有小孩不停的哭闹，他可能这个团呢，可能5天、8天、10天，有到欧洲团说都快疯掉了，然后两派就开始大战哦，因为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那所以我觉得在高铁来讲，就说你给这个搭乘的旅客一个宁静的环境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搭高铁的人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公德心啦。其实社会本来就有隐性的秩序啊，有时候太吵或什么，我们会去跟他劝阻啊，或者是说你就公务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去帮忙劝阻。可是你把它明定起来，说宁静车厢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标签化。最近的优先席其实类似也是这样状况，就社会要有一个秩序，大家自己去共同有一个默契去维持就好。我是觉得停得太匆忙，收的也太匆忙。就是说，事实上，如果你针对的是3C用品，我相信很多